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看到美国对中东这边出手有动作了。好，那这个是美军联手伊拉克他们击毙了 ISIS 的首领。好，在美国呢跟伊拉克政府库德族的部队合作之下他们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ISIS 的首领被击毙了。好，以实力来实现和平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画面上就是美军主动公布斩首 ISIS 首领的画面那当然这个很多人都蛮惊讶的，现在开始这个美国对中东这边看起来是出手了。好，当然这个川普就下令说这个空袭也门胡塞武装而且威胁停止袭击船只，否则地狱就会降临。这是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这个国防官员消息说，这个美军的军舰跟军机是针对了也门的雷达系统、防空据点跟无人机发射了地点展开攻击。那最新消息说，这个美军对也门的大规模空袭，包含妇孺在内，有24个人已经死亡了。好，川普就对胡塞组织对美国船只袭击他是有讲说不被允许而且警告说我们将动用压倒性的致命武力，直到达成目标为止真的是硬起来。那他对胡塞成员这个武装成员发出了最后通牒，他说你们的攻击必须立刻停止，否则前所未有的地狱就会降临在你的身上。好，那可以看到现在也警告伊朗这个川普也警告伊朗说不要威胁美国，他说立即停止对该组织也就是胡塞组织的一个支持他说如果伊朗威胁我们的话，我们就会追究你们的全部责任，不会善罢甘休。好，那当然伊朗跟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角色其实他们的互动蛮好的所以像是伊朗核问题一点名美国，说这个北京有一个调停的角色。中国、俄罗斯、伊朗三方在14号就要在北京举行了伊朗核问题中俄伊北京的会晤所以分析指出，中国现在在中东的角色已经从调停者升级成为了2.0。好，而且我们看到现在伊朗这边有一个船舶，它是有伊朗国旗的货船，好像从3月10号离开了中国。那这是德黑兰用于从中国进口1000公吨高氯酸钠的2艘伊朗货船之一这是疑似载运导弹原料的伊朗船只所以当然也被认为说这个中国跟伊朗之间的关系蛮特别的。好，那当然美国现在跟非洲之间也是有一些状况，我们看到传出说美国跟以色列接触了东非3个国家，想要安置加萨的8人，但是苏丹这边已经拒绝了这个提议。不过埃及金字塔报他是说这个举动反映出美国跟以色列仍然持续试图要占有巴勒斯坦人民的领土。好，那当然不止这个东非，包含了南非这边美国也是驱逐了南非大使那他说这个卢比欧说，在我们国家里头，南非驻美国的大使已经不再受欢迎了，然后呢他就把他驱逐了。结果马斯克也掺一脚，他的旗下星链呢没有获准在南非营运因为我不是黑人，所以他就公开指责说这个南非的政府拥有公然种族歧视的所有权法律。那川普也切断了对南非的援助嘛。那现在是个川普上任之后，就说很多这个国家都不满意，要取消援助，就包含了是南非。好像说南非当地政府对族群非常恶劣强制没收人民土地，所以要中断美国对南非的金援。但是大家就说这会不会让南非的天平更倾向中国？所以很多南非官员也有这样子的分析跟讨论，学者有认为说这会不会变成说整个世界秩序都往中国大陆这边来靠。好，那当然欧洲真的能摆脱美国吗？现在外交停滞7年之后，南非欧盟要举行高峰会恐怕也是因为美国的压力之下再次的握手，这是他们在13号的第8届首脑峰会。那路透社也说，在经历了数年僵持跟冷淡的外交关系之后，这欧盟领导人的峰会是加强跟南非的一个相关的合作。他说这个是非洲最先进经济体密切联系的一个机会。那欧盟议会呢，也在3月12号的时候透过广泛的联合声明，谴责美国在勒索乌克兰领导阶层，让他们向俄罗斯屈服。所以你可以看到法国总统马克宏他说欧美必须要施压俄罗斯接受乌克兰的停火方案。那川普上任之后，当然现在欧盟也是蛮恐慌的是不是也是要这个有自己
自主防卫的这个负担就落在自己身上呢？所以就有这个布鲁盖尔智库的高级研究员就承认说，欧洲国防工业在利用卫星等技术上面，其实战略支撑显得非常的薄弱，所以现在他们就希望说可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那因为你看到川普暂停了个对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反而是凸显了欧洲对于美国的依赖，所以欧盟现在就在考虑说要扩大卫星的容量，建立一个新的卫星网络来取代这个马斯克的星链哦。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欧洲跟美国还有非洲，哇，整个是又互相的纠结在一起了。彬哥，这个川普，我们过去常说川普不喜欢战争，可是其实你看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川普真的任内完全没有任何战争吗？其实还是有。但是川普每一次都是他会出击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美国不会遭受任何损失，单方面虐杀这种，他就会出动。大家记不记得当时习近平去海湖庄园的时候，川普回头就跟他讲，我已经发动攻击了，就是这样。当时就是这样，就是美国对这种完全胜券在握的，川普是会发动。可是问题是，他想要靠这样一个空袭就遏制住胡塞武装吗？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因为胡塞已经在也门那边搞了10几年了。他就是这样，他一路都是被人家轰炸，一路被人家压着打，可是他就是灭不了他。然后你美国也没有办法抓到他的主力，所以我个人认为，川普经过这一波攻击之后，胡塞武装也已经讲了，他会更加专注的去攻击美国的船只。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那边恐怕停不下来，波斯湾那个附近动荡不安，恐怕是免不了的。那只是让这个情节更升高而已。那至于这样能不能够遏止住伊朗呢？我个人觉得完全不可能。也就是说，伊朗当然他真的单独要跟美国对抗，他是对抗不了。可是问题是，他旁边还有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啊。那所以你没有办法动摇这中间他们这样的一个结盟的关系的时候，美国这些恫吓对伊朗的影响都不大，因为美国已经长期对伊朗制裁，所以你还有什么那个更进一步的能够去制裁伊朗，恐怕也是很难。所以我觉得美国的现在的这些做法，都是在把这些国家让他们更增加去跟中国大陆接触。然后让中国大陆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自己要去考量的。那至于说非洲这个地方，其实在拜登的时期，本来一度美国想要重返非洲，他想要加大在非洲的相关的这些合作，至少不要让中国大陆的势力扩张的太快。那结果现在川普上来的时候，好像又要改变这样的策略，他重新又要放弃非洲了嘛？那如果这次他再放弃非洲，可能他就再也挽回不了。南非是非洲国家的翘楚之一，实际上，川普是有机会跟南非建立相对好的关系的。可是显然，因为马斯克自己本身就出身南非，那南非现在，因为他们就是在追究过去白人统治时期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把土地做了重新分配，然后限制了过去白人的一些特权。所以现在马斯克他们这些白人当然不爽，那就把气出在南非政府身上。可是这样做不是更把南非政府推向中国大陆吗？这个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我觉得是非常不利的。那有必要为了这些，老实说啦，你说的这些南非内部相关的事情，那都是人家南非的内政。美国过去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别国的内政不管怎么样，美国都可以视若无睹、视而不见。那现在你还要去干涉人家的内政，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正确的做法吗？我觉得美国自己要去思考。那欧洲当然现在急于想要显示他是有影响力的，包括马克宏啊这些，对，一直谴责啊，然后说还要去影响俄罗斯啊。最近马克宏又说他要出兵啊，那请问一下，你出兵了没？你就出啊，你讲了2年多了，你怎么不出兵？你就出啊，看俄罗斯会不会怕你。那实际上欧洲已经有点被人家看破手脚，也就是你根本没有实力，可是只是讲话很大声而已。那你讲的大声有什么用？乌克兰现在正面临困境啊，你欧洲军赶快出动去库斯克解救这个被围困的乌克兰军队啊，那你怎么不去？只会在那边叫，所以你在那边叫，你的底细就被人家一览无遗嘛，因为你根本相对的军事实力就薄弱，连个卫星都没有几颗，你要跟人家搞什么呢？所以我觉得欧洲要讲话之前，恐怕先想想自己到底有多少斤两。好，那欧洲的这个美国跟中方的利益，他们也在衡量当中哦，大使。对，当然就是说，现在这个整个局势，因为川普的这样子的这个政策啊，贸易上、安全上，当然就变成这个牵一发动全身了。那主要是因为川普对于伊朗非常的敌视，他事实上话，
本来在民主党政府的时候，伊朗有这个有关伊朗发展核武的有这个6国协议，当时美国、欧洲啦、欧盟啦、欧洲的几个大国，还有这个中国大陆、俄罗斯都签了这个协议，就是要限制伊朗的怎么样核子武器发展。因为照目前的国际法来讲的话，核武是不能扩散的，核武器扩散是违反继承的违反国际核子武器扩散公约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当时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样，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可是川普第一任上来，他就把那个核武协议这个6国的核武协议，他就推翻了。所以基本上留下来，希望对伊朗的核武有比较理性的控制的，包括欧盟、包括中国大陆、包括俄罗斯、包括伊朗本身。所以呢，现在川普一上来后，又对伊朗发出了很严厉的警告啦。那所以就变成伊朗的事情又浮上台面上来了。那其实中俄3方一致有各方面的战略阶层的会议，也不见得是针对目前这些情况。不过前2天就是说，美国的美国之音额外讲，美国之音已经要被这个川普裁撤了。对，因为他们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在前2年的时候自有的办公室很漂亮的情况，又花了2亿美金去租一个很漂亮的商业大楼，然后里面什么设备没有，然后要去把它怎么样，又重新装修成这个美国之音的总部。所以这个浪费的情况因为美国的这个联邦的所谓的建筑办公室控制率有30%，结果美国之音还去做了，在拜登的时代做了这件事，所以川普一上来就把美国之音锁住。他们已经很多人收到说你们要行政休假，也是说30天内如果没有收到进一步通知的话，这些人就都被解雇了。所以可是美国之音前2天发布一个新闻，他说看到中国大陆有2艘船从中国的港口进去的时候吃水很浅，出来的时候吃水比较深一点，所以他研判在中国大陆装了货物。那所以这个货物呢，他没有任何的这些证据之下，他说是一种制造所谓的伊朗的这个中程导弹这个固体燃料重要的原料高氯酸钠。可是问题它的证据相当的间接，他没有说我已经拦截下来了，发觉这艘船里面装的是这些物质，没有，他只是说他们的这个资料显示进去的时候吃水很浅，出去的时候吃水很深。那你说船进到港里它不装货要干嘛？你怎么知道装了什么？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基本上已经开始在东这些小国上面川普已经有一点转移注意力要把这些美国的这些威力显示在这3个小国，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ISS 跟这个胡塞组织上面，所以值得我们密切观察。好，将军，我觉得这次美军攻击胡塞非常有意思。那我们在文字上面叙述的用空袭，空袭就是用飞机、战机去轰炸嘛。那试问一下，这战机从哪里起飞的？那我认为说是就从杜鲁门号起飞的。那杜鲁门号大概在上个月，它才在红海的时候要进入苏伊士运河的时候，跟一条货轮相撞。那为什么才刚撞完？我不相信美国有这个能力，因为那个地方撞的地方一定要这个入干屋才可以修复得好。那为什么这条船还没有完成修复，就急急忙忙的要开到这个红海去轰炸胡塞？那美国有这么急吗？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很简单的用一些钣金补土这个喷个漆就把这船开去打仗了？那为什么要这么急？那我认为当然这个对胡塞的攻击一定是表面上面是对这个胡塞的攻击，表面上面这个川普是说为了维护红海航运的安全警告胡塞。但是我觉得这么急的状况下，背后一定有它的这种国际战略的因素在里面。我认为第一个就是力挺以色列的原因，这不言可喻了因为胡塞来讲，到现在为止，他还是有能力这用导弹攻击以色列的。那第二个，刚好胡塞后面的大哥就是伊朗嘛，那中国、伊朗跟这个俄罗斯刚好就在波湾的门口，阿曼湾那个地方实施联合军演。
我觉得这个反制的意味也非常浓厚，所以才急急忙忙将这条破船就开到红海去开战了哈。那会不会得到效果呢？我觉得不会得到效果。为什么？第一个来讲的话，胡塞绝对不是说这么容易就屈服了，他搞了这么多年。也没有看他屈服过。尤其假如说你看到他们阅兵的影片，你会非常的震撼。它里面所有战士断手的断手，断脚的断脚，他还是一样拿着枪去跟你硬干到底哈。所以说不是这么容易屈服的。第二个，你知道这个红海出海口那个湾呢，叫曼德海峡。曼德海峡宽只有多少呢？最窄的最宽的地方也不过就是26公里。那小小的26公里中间还有好几个岛，有毗邻岛、杜梅拉岛、七兄弟岛。那所有船只你不能撞到这岛上面啊，你一定要走这个避开这个岛。那避开这个岛什么地方可以走呢？南边那边水比较浅，货轮不能走，一定要走这些岛的北边，也就是这些岛跟这个胡塞组织相邻的那个短短的大概不到10公里的地方，从那边开过去。那1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10公里是火炮就可以打得到你这些船，所以说这个胡塞组织它是有恃无恐啊，它就占了地理的优势。我想它持续对你，不管是美军的军舰或这些货轮商船，对你实施威胁，这个应该是不可能因为这次的攻击就减弱下来，反而会加深他们的仇恨值，加深对这些商船的攻击。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国际话题。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接下来看的是菲律宾哦，这边宫斗剧码是正式上演。我们看到前总统这个杜特地他已经被这个国际法庭这边抓到海牙去了哦。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南党这个舆论压力48小时要速审哦。刑事法院的第1回合较量中哦，老杜似乎占了上风。好，因为审讯当中杜特地就表明身份之外，他其他都没有提，而且剩余时间一直是闭目养神的状况。那杜特地的律师也说，他的当事人患有衰弱性健康问题，没有办法配合庭审。杜特地也持续的强调，他是被绑架来到荷兰，不是他自愿的。好，那杜特地的女儿萨拉说，无论是萨拉还是杜特地的律师，都从管辖权、补充性管辖原则、政治化跟双重标准方面进行辩护，也是针对 ICC 针对杜特地逮捕跟审判的硬伤哦。那杜特地在被抓之前，其实他是在香港有一场演讲。那他原本是可以留在香港避难哦，但是毅然决然放弃了向中国政府的求援。那他曾经就在这个出席活动拉票的时候演说，他说他已经做好可能会被逮捕的准备，而且一再的否认国际刑事法庭对他的相关指控。他说他有什么罪呢？他在他的时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菲律宾人能有一点平和跟安宁。好，确实这在菲律宾国内有很多的抗议声浪，当然杜特地有支持者嘛，所以周6的时候，菲律宾全国18个地点举行了抗议的集会哦。那在马尼拉这边还超过了1000人聚集来支持杜特地。那马尼拉会场还看到有警察哦、特种部队的身影哦，表明小马可仕政府已经进入到戒备状态，可能很担心会一触即发。那小马可仕的下手是不是很狠呢？菲律宾的媒体报道说，其实，在逮捕杜特地的当时哦，有菲律宾警察悄悄的在哭泣，而且这个镜头还被拍到，所以有一些人是认为说对杜特地是蛮怀念的哦。所以最近这个菲律宾国家警察还有军方都进入了高度戒备的状态哦。那为何军方警方都如此如临大敌呢？原因就在菲律宾的军方当中有蛮大群人都是杜特地的支持者。那小马可仕呢，他当然就会认为说，这个国内支持者，尤其是缅兰老岛上的武装实体们哦，如果传出了杜特地出事的话，他们还喊说要屠祭马可仕家族，所以会怕啦。好，小马可仕政府安排受害者哦，其实他们也有做一件事情，也就是对杜特地国际法庭这边来进行审理的时候，他也安排了受害者的家属来进行第1次的开庭观看，而且同时邀请了外媒的记者，就是有相关的画面。不过现在小马可仕这个上任之初，我曾表示说，其实他不会协助国际刑事法院对杜特地
禁毒的这个运动进行调查，但现在就把他送往海牙，所以很多人说根本就是出尔反尔、公报私仇，而且是借刀杀渡。那连小马可仕的姐姐都站出来不满弟弟的最近行为哦，说如果这样做，其实国内就会出乱子，那如果向国外引渡，很可能就会发生问题哦。那现在就要看今年5月哦，他们要进行其中的选举，如果杜特地的儿女孙子嘛都大胜啊，然后杜特地自己报名的达沃市市长选举，如果也赢的话，哇，恐怕小马可仕就会蛮尴尬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越南哦，因为越南对于美中之间，我们说它是竹子外交嘛，它现在北风跟太阳是不是蛮明显的呢？这个越南为了引进中国大陆制的 C909 来进行铺路哦，说都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所以要修改一些相关规定。那大家就说，只要这个过关，下一个应该就是 C919 了。好，那现在越南也要检讨对美国的商品税制哦，很担心会成为川普加税的下一个目标。好，我们最后带大家来看的就是川普哦，他最近怒瞪记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受访的时候被记者一直戳这个下巴，麦克风戳到下巴。我们来看这段影片。President, obviously you're concerned about the situation in Gaza. What are the hopes now to get the hostages back? She just became a big story tonight, right? Yes, sir. Did you see that? 哇，这讲话就说你有看到吗？你今晚准备成为一个大新闻哦。所以说，川普一怒，是不是就有人会遭殃呢？真的是川爷。好，彬哥。其实我一直认为杜特地是故意被捕，他就要看你小马可仕能做到什么地步。那实际上现在他被捕的效应已经开始出来，菲律宾到处都有人在示威抗议。那他在明达纳尔的势力是非常强大，所以现在明达纳尔那边很多人也在蠢蠢欲动，甚至认为说，如果杜特地真的遭受到什么样的处分的话，他们可能会发起军事政变。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小马可仕在做这件事之前，到底有没有仔细去思考过？我个人认为，这恐怕是美国叫小马可仕这样做。因为美国一直对杜特地很不满，所以就趁这个机会要搞他。不然的话，杜特地其实他早就知道他有可能被国际法庭处理，所以当时他在跟小马可仕结盟的时候，双方就已经就这件事情互相交换保证过。小马可仕当初的保证是绝对不会任由国际刑事法庭来处理他。那现在你出尔反尔，那这个政治效应会非常强大。那因为菲律宾马上就要开始选举了，那这次选举如果这个杜特地的效应发作的话，可能就是杜特地的在那个参议院里头会拿到很大的席次，那这个对小马可仕会更加不利。那甚至就你们这边也提到了，如果杜特地他被关在海牙，可是当选了市长怎么办？到时候不是更尴尬的一个处境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小马可仕做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仔细思考，现在恐怕会造成一股风潮，甚至会影响到他的统治基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智的，而且接下来这个萨拉杜特地势必要跟他竞选总统。那请问一下，你要把萨拉杜特地也抓起来吗？那小马可仕自己要想办法更改菲律宾的宪法，让自己能够连任吗？还是你怎么样要维系自己下台之后不被清算？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小马可仕来讲挑战就非常多了，要看他自己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至于 C909 其实就是以前的 ARJ21 啦。那 ARJ21 自从上线营运以来，到现在真的是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从来没听过有出过什么大问题。所以越南会考虑，我觉得这还蛮合理，因为它价钱够便宜 ，CP 值够高嘛，所以他是有可能会去跟他买。那只是说，越南现在在经济上，他也要担心会遭遇到美国的经济报复，因为他自己是美国第3大的逆差国嘛，所以越南很多东西，他老实说他不卖美国，还真的没有什么其他人跟他买。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越南自己大概也不希望被川普盯上，他也会做一些调整，只是说这些调整能不能让川普满意。那目前看起来，川普好像还没注意到这件事，他好像把心力都放在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大陆、欧盟这些上面，但是他接下来慢慢的始终会急到越南，所以当然这个越南自己要预做准备。不过刚刚我们看到川普在讲说你会成为今晚的头条，我认为他在开玩笑啦，你看他讲的自己都笑出来，对啊，这是他展现他幽默的一面了。
其实说真的，川普也没有那么恐怖啊，不要把他弄得好像什么魔头一样，他其实就是在开玩笑而已，大家不要太紧张。好，大使，这个 C909啊，是中国大陆其实自制的这个商用飞机的第一款了。它第一次试飞成功啊，也就是商飞成功，在2016年，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它已经交付给各航空公司飞机啊，已经接近200架了啊，所以它营运的时间已经蛮长的了。那除了中国国内航空公司之外，就是说境外的国际航空公司。这个文莱的航空公司也订了15架，而且他过去用租赁的方式在柬埔寨、辽国中南亚一边这些国家他已经怎么样？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实际的商务飞行，除了客运之外，它也有这个货运，还有其他专门用途的这种飞机。所以呢，这架飞机其实说实话已经算是经过市场考验蛮长一段时间了。所以我想这个才是越南它会采用的，因为这架飞机它不是飞这个远程的，它是比较近程的。那其实就越南来讲的话，它如果国内航线或者飞邻近的其他国家应该是够用了。它的航程大概在2200到3700公里左右，然后呢价钱比较合理。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架飞机应该是就是中国商飞大概它逐步把它自己的飞机走向国际化的一步一步走向去。那这个里面就是说，越南它也有它的所谓的这些所谓的自己的适航标准那它只要通过适航标准，越南就会做。那有些比较小的国家，它适航标准就是说我的跟欧盟的适航标准挂钩或者跟美国的适航挂钩这个就不知道细节了。不过我觉得就是说，从商业的角度上来看，从平衡就是说从这个甚至自己本身的发展航运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 C919 大概就是靠实力了，就是靠这个飞机本身的性价比来做这个竞争。那菲律宾这个情况事实上是蛮严重的，因为他现在小马可仕这个做法其实他有点忘记他爸爸当时消灭政敌的方法，下一步就是他爸爸下台。他爸爸的在菲律宾的权势比他稳得多了。老马可仕那个时候是党政军一把抓，而且长期执政。小马可仕上来才几年，2年多，他就这样大动作的来这个消灭政敌。我觉得这个对他自己，像他姐姐讲的话，对他自己本身对他菲律宾国内的这个变局来讲事实上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况且他两个代表不同的地域，一个南边，一个北边。这两个各有自己的盘根错节的地盘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引发的这些国内的乱局的效应还没有展开来。你看在未来，尤其现在在选举期间，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审判的进行我觉得这个事情随时可能会升高。郝将军，我认为小马可仕这个动作有一点这个误判形势。那我们看一下杜特地，他当年是因为要打击毒贩，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他那时候下的命令就是说，这些毒贩如果抵抗或者是不服从逮捕来讲的话，那可以格杀勿论，所以因此而枪杀6-7千人。我们看这个数字好像很吓人，觉得违反人类罪，你怎么可以未经审判就枪杀6-7千人？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代表有6-7千个毒贩，这个正在跟这个治安单位来做一个对抗。所以菲律宾事实上来讲的话，它治安是很乱的。那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到菲律宾去旅游这个看到那个当地来讲的话，他们超商门口都要派保全站在那个地方，而且带着枪站在那个超商门口。所以说，我认为说杜特地他这种打击这个毒贩的作为，事实上这个菲律宾老百姓自然有一个公平了，就是你到底是在协助我们维护治安，还是在这个滥权杀害无辜那我相信大部分的菲律宾老百姓都是希望有一个良好的治安。那这次杜特地他到香港以后，他没有跟中国寻求政治庇护，反而勇敢的回到菲律宾。我觉得他也很清楚，那小马可仕可能会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他，但是他还是要回去。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讲，他就赢了。最起码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会把他当做一个支持他的人会把他当做一个英雄。你勇敢的回来对抗小马可仕。
美国总统现在是川普，而川普呢，对于盟友还有对于自己的所谓正是他认为可敬的对手，基本上好像是无差别攻击。可是呢，这个时候是不是真的就是中方的转机？来，习近平现在说呢，他要见顶级外企 CEO。金融时报的报道强调是可能是3月28号这一天，要让他们跟习近平见面的原因是要稳定这些外企在中方的投资。那目前知道的是包括了谁？包括了黑石啊，包括了辉瑞啊、沙烏地阿美啊，还有汇丰等等。可是马斯克会来吗？马斯克以前通常都是这种活动的座上宾啊，那个时候还曾经有接受了李克强的接见，你记得吗？现在呢，他在大陆的这些场说呢，风光时刻可能越来越远。纽约时报就讲啦，因为现在他的大陆市场正在受到重创。来，现在虽然说呢，他前2个月还是卖出了6.480辆汽车，但这是年减14%。而他对手比亚迪前2个月呢，卖出的是41318辆汽车，人家是年增75%，是不是真的已经开始出现这个黄金交叉？因为呢，现在比亚迪它的市场也不是只在中国，可是中国市场对于这个特斯拉来讲是等于境外最大市场，一来一往就会有影响。宁德时代也是，宁德时代呢说在去年每天赚6亿，好，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高阶电池的这个毛利率比较高，所以呢它这些储能电池销量增加就可以带动它的获利。那这一些呢都是川普最在意的事情，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基本上都会影响到我美国的利益。可是他现在呢内外好像是腹背受敌，因为他对内也有蛮多敌人的。受访的时候竟然还生气耶，骂记者。来看看这一段对话。President, obviously you're concerned about the situation in Gaza. What are the hopes now to get the hostages back? She just became a big story tonight, right? Yes, sir. Did you see that? 好，他说他讲的是打到他的那个人啊，因为开始砰的一声很大声，对不对？举麦的不小心啦，他这样骂人家说你今晚会变成头条。其实，在美国人如果遇到这种状况，大部分的人会用幽默的方式来化解这个尴尬，但他没有，他就是要让他幽默下去，让他尴尬下去。好，目前石破茂去跟川普很开心的会面，但是他面对的是没有要放日本过，而且呢还要日本增加关税，所以他现在转过头来跟中方讲了，努力让中国早日取消限制，要恢复入口日本水产，希望能够取消禁令。因为呢，日本的汽车在美国算是一个大宗，算是主要他们的出口商品，占日本对美出口总量28.3%。可是他们并不会获得关税豁免，因为美国汽车怎么样，有比你日本的差吗？我为什么要为你来开后门呢？跟欧洲来说，基本上现在亚洲盟友看到了欧洲同样什么东西钢铝税每一样都到位之后，大家担心的是我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所以呢，目前也看到了中日韩要开始来谈自由贸易了。以前呢，日本跟韩国可能有很多的坚持，在现在他们因为川普也许会改变所有的策略战略。范斯呢，则是讲了 TikTok 现在4月5号有望能够出售，但是呢，一手要人家把东西交出来，另一手呢，则是要反制 DeepSeek， 说美国应该要禁用这些大陆的 AI 模型，因为这些都是被中国政府给补贴，还有被控制的。同时呢，民间的交流会不会也因此喊卡？因为大陆学生据说现在美国的学生签证已经有共和党的众议员提议说不要让他们进来，不要让他们取得学生签证。这个话一讲完之后，其实有可能很多大学开始哀哀叫，原因是因为一来这个对学生不友善，有损美国利益，你可能会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好的人才，也有很多的学校有可能会因为这样而出现了更多的困窘。卢比欧呢就直接讲了，说其实他认为啦，大陆从头到尾想的都是好处，但是呢没有看到他们应该为全球所
尽的义务。但这些又代表着什么呢？还是说这些应该由谁来规范？什么叫做义务呢？好，回过头，我们想要请教一下永明老师，你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习近平他现在呢，基本上蛮明确的在定调，他需要的是先把自己顾好，先把内需弄好，所以他自己要亲自见顶级外企。美国现在换了川普，跟他这个非常好斗的搭档范斯啊，其实他们一直在得罪人，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叫马斯克啊。那他们每天都在说话得罪人啊，得罪这个国外的朋友，得罪内部的企业，得罪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等等的。所以你从在跟他竞争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大陆的眼中，那就是赶快交朋友的时候啊，对不对？你一方面把人都得罪死了，来都收都收，我就把他拉拢啊。这个不必国际外交关系的专家也可以分析吧，这就叫做人之常情。更何况呢，大陆这几年的经济状况不佳，去年的经济数字很不好，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呢，跟外资撤离中国大陆不愿意投资有关。那当时的一个大环境呢，是大家非常担心说川普上来的话，关税会增加嘛，所以有远离中国的趋势。那现在对呀，川普上来了，关税也增加了，可是发现呢，他的这个关税无差别到呢，他打击所有的人，不分朋友跟敌人，你都要打我。不管你对他多好，大家今天看到那个日本的汽车，日本汽车保证没有救嘛？你占美国市占率那么高，你的份额占那么重，然后你的税呢，它原本那么少，才2.5%，对不对？那川普一看气了，我起码把你加到25%，我就算不是立刻涨到100%，我起码给你增加10倍。事实上，像日本汽车我是30年前留学美国的，30年前我们作为穷留学生都买二手车的时候，所有的我的朋友周边的所有的人不分国籍，大家都知道不能买美国车的，因为到了稍微旧一点的二手车呢，很保值而且很好开的，全部都是日本车啊。你看30年前就是这样了，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所以也可见美国的车市，你还不要说受到电动车中国大陆的这种新科技的冲击，你连旧科技你也是打不过日本啊，也那么久了，你也没有改善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当然川普你可以说他基于美国利益，他要做一个真的是石破惊天，就是把美国已经不行的，已经毫无竞争力很久，那个很久都是可能超过30年以上的这个产业链工业，它要整个翻转，整个救起来，那大家就看看有没有用吧。可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企图心还不知道你救不救得起来这些产业，这制造业到底能不能回去美国，能不能真的给你美国竞争力跟工作的时刻，你又用高关税先增加了消费者可能的通膨，以及美国很多需要采购零件的这些企业的成本以外呢，你其实还得罪了像日本、像欧盟、像各方面你的好朋友，所以他们现在这些人呢，都纷纷要赶快跟中国大陆结交，因为很可能以后会不会因为他的关税高强呢，就变成美国一个市场跟其他人抱在一起取暖，然后大家来竞争，会不会这样的发生呢？我们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好，请教周老师怎么看？好，我觉得这一次这个第一个讲到 TikTok 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呢看起来范斯呢就是川普所这个委任呢要去促成这个 TikTok 出售的这个案子的这个负责人。那当然呢，他最近在这个川普团队里头变成是当红炸子鸡，不只是他在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一番把这个指责欧洲国家的这个演讲呢，让大家这个眼睛一亮啊。当然，很多人觉得很不能忍受。当然，有一些保守派的人士在川普支持者来看，就觉得大快人心。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看到，因为川普对他的这个委任呢，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他的阁员在参议院的这个任命案。那川普当然就是由这个范斯来推动，就是说让这个每一个阁员都能够顺利的过关。那目前看起来都还算蛮顺利的哦，所以那下一个重要的 case 当然就是这个 TikTok 特别引起川普的关注，因为呢，他是不只是说他是希望挽回年轻人对川普、对共和党的这个支持度，而且呢，他又是有利可图的一个案子，这个刚好符合川普的这个想象，所以当然范斯就使命必达，所以看起来就是说，第一个这个案子会成，因为川普会下很大的这个下很大的这个政治资本去推动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因为又是范斯，大家现在要买他的这个账啊，因为看起来他在川普团队里头，他这个越来越红，声势看涨，而且说不定下一任就是他出来选。那这个看起来当然是，但是我觉得一个潜在的这个逆流呢，当然就是目前看到这个摩尔议员提出来的这个所谓禁止给大陆学生签证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当然看起来是不会过哈，但是呢，它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它会重新去掀起美国舆论对于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这种讨论，在这种进一步的去检讨。因为他们当然提出3个案例了，包括在这个密西根啊，或者是在这个伊利诺州啊，还有在明尼苏达3个案例，就是涉及到大陆学生在美国刺探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情报的这样子的事情。但大陆在美国有多少留学生啊？30万人。你从3个案子加起来不到这个，大概加起来就是7个人。那你用这个比例来看，其实这个是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用这样就是以偏概全了。当然，对于美国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因为国际的学生、各国的顶尖人才到美国去读书，所以使得美国有源源不断的所谓的这个尖端人才去创造它的这个新创产业也好，科技研究也好，甚至它的有一段时间说它的这个大的实验室都是大陆的这个博士后在管。那你如果美国真的这样做，那结果是什么？很多这些大陆留学生就流到其他的国家去，比方现在最多的是英国有41万，那再来呢，可能就很多人流到日本，最近很多大陆留学生去日本了。那这个其结果对美国可能真的是弊大于利哦。不过它对舆论的影响，我觉得是不能忽视的。好，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将军。只要美国跟中国大陆有贸易战、有经济战呢，那个特斯拉的这个电动车要卖到中国大陆，它的困难度就高。加了关税，而且美国车一向比较贵，再加了关税更贵。那现在中国大陆比亚迪的生产，它的价格是大众化，而且它里面的内装，车子里面的内装都非常的先进，因为它不断的在调整、在进化，会让这个消费者更喜欢去买比亚迪的车子。比亚迪在2024年的年产量180万辆，换句话说，它已经是个成熟的商品了，而且它的市场也打开了。那这些一般来讲，这些买车子的这个消费大众，他有时候会有品牌的忠诚度，他很习惯哦，他用了这个车子用了10年、5年，或者是20年，他下一步车他还是用这个厂牌，因为他开习惯了，变成这个样。那现在如果这个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这个贸易战没有这种高关税，没有做适度的调降的话，特斯拉想要扩大在大陆的车市，我认为困难度蛮高的哦。这个一定还是比亚迪或宁德时代做这个电池的这方面的天下。另外，我们来看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美国要做限制，我认为不容易，因为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平均的数目是28万人到30万人之间。那这个在美国来看是创造了一些商机，就因为美国物价比较贵，留学生到美国去食衣住行，好，每一个留学生每一年花5万块美金，那30万的这个留学生就有创造美国150亿美元的商机，这乘以5就知道了。那这样子的话，你折合新台币的话，就是4500亿台币。这个对美国的经济来看是个益处因为留学生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内的台湾的这些大学也希望多一点国际生来，国际生进来了，带动了商机了。这些大学周边的这些吃啊、住啊、租房子啊，那生意马上上来了。为什么他们都要食衣住行呢？商机都带来了。那同样在美国也会造成这个状况。
那他如果限制的话，那中国大陆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市场替代啊，到英国留学，到日本留学，到其他国家，到俄罗斯去留学，他不见得要选美国去留学，但是这个商机，美国就失去了。所以呢，我看美国目前经济状况表现每况愈下，这个并不亮眼，而且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可能每一个能够深入、能够有商机可循的，比如说这个留学生，他可能就要争取啊，能够保留就保留，不要这个商机。这个150亿美元的商机就这样流失了，而且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够派留学生到美国去的，对，这个问题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并没那么单纯，所以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来的，我认为只是参考。是好，其实呢，现在在美国来说，另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就是要如何来弭平这个俄乌战争所产生的问题。目前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俄乌战争之外，川普内部呢是内外夹攻，原因是因为血腥星期六啊，他大刀的裁员。我们有蛮多朋友在美国知音的哈，现在确实好像就是说面临了一些状况，就是呢，除了被停职休假之外，现在影响的机构呢越来越多。那长期以来，这些机构都被视为是对抗俄罗斯还有中方资讯攻势的一个关键。好，可是呢，现在通通被停了，是不是表示另一个时段的来临？原因是因为呢，现在跟俄罗斯要开始希望慢慢的来恢复一些外交上面的关系等等等。而乌克兰呢，目前被178架的无人机还有2枚导弹夜袭。那俄军的讲法当然就是说，我们有击落了，而且呢，我们又拿回来了一定的这一些2个村庄，库斯克旁边的2个村庄。那这边的战况越来越不好的时候，泽伦斯基的谈判就会越来越少，筹码越来越少，他要怎么样坐上那个谈判桌呢？像俄方呢说，有可能早就知道，其实美国是会暂时停止军援的。那乌克兰指挥官直接讲了，全国讨厌马斯克。好，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就是他说不要再帮助乌克兰啊。那这一些呢，就会让乌克兰人，包括了马斯克，包括了川普，他们其实心中的这个仇恨值会不会越来越高？最近的一个民调，47.1%的乌克兰人说是完全不能接受放弃领土和北约的。那他们就在讲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打这场仗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3年来换得了什么呢？我要把我的国家乡的领土通通拱手送给俄罗斯人，完全不能接受。可是川普直接告诉你呢 ，You have no card， 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筹码都没有。川普现在告诉你呢，他收到了不错的消息，对他来讲不错的消息对乌克兰人不一定好啊。原因是因为传出美国国务卿和俄罗斯外长已经开始连线沟通停火细节了。川普就讲啦，普京不是有说吗？要跟他直接对话，而且普京的讲法是有一些细节可以谈，停火30天，也许有机会促成。那现在这个俄乌特使呢变成乌特使，因为呢这个停火30天这件事情，对于普京来说，他觉得是要帮俄军来帮乌军来增加军援呐，等待后面让他重新准备啊，觉得他是在挺基辅啊，所以现在马上就被列为拒绝往来户，马上就被川普给换下来了。那一来一往之间，大家就要问，川普到底站在哪一边比较多一些呢？可在中东这边很明确的，他跟以色列是蛮好的，现在呢还跟伊拉克联手，把 ISIS 的第2把交椅给击毙了。那目前这件事情呢，是已经被川普给亲自的证实，说他们击毙了2号人物李法伊。同时呢，他也下令美军要空袭也门青年运动，希望他们停止攻击红海航运。前一阵子刚刚停歇的中东这边的纷扰，好，因为呢 ISIS 目前他们所掌控的其实不就是叙利亚吗？那这个地方胡塞组织这边啊，不就是在南边的这个地方吗？所以有没有可能中东变局再起？大家都在看。中俄伊其实呢，在礼拜5的时候，北京进行会面，要谈的是有关于核发展等等的议题。同时呢，他们也最后发了一个声明，说要强调终止非法的单边制裁。这一些当然是对美国喊话。北京王毅就直接讲了，要展现政治的诚意来复谈，希望大家呢回到桌上吧，因为你恶意的压制他，对于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反效果。回过头请教一下左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好，川普现在呢大刀一挥，所有包括美国之音啊等等这一些的媒体，基本上现在都是停业状态。对，川普当然就是通过这个整顿呢，
让很多对这些机构不满的人呢，这个觉得大快人心。特别是从这个整顿里头，他所发掘到的一些资料，可以作为日后这个扫评他内部的员工的这样子一个基础。其实大家记得吗？在川普就任之前，那时候就谈过，所谓要把很多这个美国政府的职缺改成所谓的政治任命。或者说政治职位，政治职位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根据你的这种所谓的既有的升迁体系，而是你根据你的这个达成政治任务的这个程度来决定你的这个去留。那这样子的情况，当然就会他在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大动作的这种关掉这些这个美国之音或这些传播机构之后，可以想见，很多人可能就会离职。那刚好他就把位置空出来。我觉得这个大概是他打的一个算盘。第二个就是说，他很有趣，就是说，他认为这些机构可能很多都是他所不喜欢的这种所谓的 DEI 的这些倡导者进步人士那这些其实呢让他们从这个政府中离去，刚好他可以填入他所这个偏好的这些人士，他所喜欢的价值。所以他第一个他不看重这个，第二个他觉得如果要做这个，应该是按照他所想要的人去做。所以我认为他整个是一个大刀阔斧的一个所谓他要改造整个政府机构，变成一个他可以如心使力去使用的一个机器。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他的一个目标。当然，对于整个这个世界来讲，当然有几个面向的影响。第一个，因为美国之音当然也有很多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觉得，他传播了一些自由民主的价值传播了一些其他国家不知道的事情，但有些人觉得说，它就是美国政府或者传递美国政府想法的这样子一个机构可能也会对其他某些国家来讲带来了一些困扰。所以呢，他这样的做法可以某种程度来讲呢，就会让大家搞不清楚他到底要干嘛。就是你到底川普是友还是敌你到底川普是川建国呢，还是你真的是爱美国呢？真是美国优先吗？所以这些问题当然就是我认为也是川普可以收获的另外一种好处啦，就是让大家对他的意图是不清楚的。但是整体来说，我认为我们要去定义川普，他就是一个革命分子，他要推动的是一个右派的革命，就是把所有的国家机器砸烂重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真正的来讲，你要定性他应该是这样子。马斯克讲的就是这个政府预算可以删掉1/3它可以大量的这个减税，然后大量的这个缩编政府的这个机构。现在下一步是什么？教育部都不要了，为什么？他其实是讲了一套方法，但是大家要注意到，川普的右派革命，他并不只是胡整一通他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秋风扫落叶，这个扫到处扫，但是事实上它的一个核心的价值是什么？第一，小政府；第二，各邦大于联邦，这是他一直这个理念是什么？是共和党的这个核心的理念，也是雷根推动的雷根革命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小政府的意思是什么？你到底要把钱放在政府手里头，然后让政府去浪费，还是把钱留在人民的手中，让人民自己决定钱要怎么用？是不是很有利呢？然后他讲的为什么要放在各邦手上，不要放在联邦手上呢？因为各邦就更接近人民嘛，所以人民就可以去做主，所以这是更强调的是一种人民意志的展现。我觉得这个在沟通他的核心选民上是有说服力的。这个这很像说，传统上共和党是支持所谓的拥枪，为什么？这是人民的自我保卫自我保护那如果人民不能够自我保护，当然政府就可能会扩权。他的一个原始的想法是从这样的一个想法而来，所以当然很多人对于拥枪这件事情认为它带来了很多的危害。事实上，更多的人在美国认为应该要管制枪支，应该要更严格的这个把关。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用拥枪这个例子来看，就是说共和党它是可以有效的去传递它这些核心的理念，虽然它的行动看起来是不合理的，或者看起来是一团混乱的，但是他在这些行动的过程里头，其实他事实上是有效的让他的选民觉得说，这是我们的政党，这是我们的领袖，这是一个表达我们想法的一个政治力量。我觉得这一点才是他能够一直不断的去维护他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选民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只看他表象的这个动作或者表象的混乱来看。当然我觉得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川普的政府它基本上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的 MAGA 派也好，或者这种非建制派也好，是远远的大于建制派。你说像 Mark Rubio，
他会赞成这样子的做法吗？我觉得他可能有苦难言吧，对不对？但是没办法，因为就是在整个川普团队里头，你说像旧的 MAGA 派、新的这些科技新贵比较起来，这些所谓建制派的共和党力量是最小的，更不要说 Marco Rubio 之前还跟川普要竞选总统所以他当然在整个川普新的组成里头，我认为他对于川普政策的影响其实是相对有限的。好。是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哈，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好，我们讲到现在在乌克兰前线，俄军呢说他们库斯克再次跟进，而且呢打下2个村庄，那乌克兰军可能又更惨了一些。请教将军，所以乌克兰在这一方面，他希望这个时候停战能够早一点，因为最重要是库尔斯克这1万多，剩下的1万多的乌克兰军队陷入包围，被俄罗斯的军队包围夹杀之后，问题是他的后面的补给线还断掉，那很容易就弹尽援绝啊。那你现在有多少的火力、多少的武器装备可以用，你就要省着用啊，那火力就会弱。那火力弱的话，刚好俄罗斯就把它整个吃掉，所以只剩下2个。第一个看看是不是就是突围，但突围我认为蛮困难，因为是重层包围，然后突围的话会损伤整洁。那如果是不突围的话，那你会就地被歼灭，被歼灭就没有了，要不然投降，你就剩2个，第一个被歼灭，第二个投降，要不然进也不是退对，你要那这个交界投降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泽伦斯基他希望这个30天的这个停战能够早点生效，最主要是为了库尔斯克这个乌克兰的军队，因为乌克兰目前整个3年的战争，乌克兰的整个受伤跟死亡已经到达50万，那对乌克兰来看，这个包袱是蛮沉重的。另外一个来看，为什么现在乌克兰还要继续打下去？因为乌克兰的这些百姓、这些平民一直在想，欧洲联军赶快就要来了，但是期盼了3年。欧洲联军都还没有来，他们认为就快到了，然后就继续打下去，就快到了，一直打到现在，那感觉到就好像剩下最后一路就快到了，但是欧洲联军还是没有啊，都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啊，还是这个状况啊，所以乌克兰现在陷入苦战的状况哦，会战况极不利。欧洲联军如果不赶快再进去的话，这个乌克兰将来会越死越多，因为他的。整个精锐都没有了，亚速营没有了，精锐们都是后面招进来的这年轻的人，那只要他们的训练都是比较短暂，那所能够发挥的战力都是相对的有限，那这样怎么能够对抗俄罗斯的大军？而且当库尔斯克完全被俄罗斯再拿回去之后，那会势如破竹哦。北边的话，它直攻往基辅迫近哦；南边的话，会从赫尔松州向我们讲的敖德萨进军哦，会变成。南北夹击哦，对的乌克兰的军队会过去，我判断是这个样。那对乌克兰来看的话，战略状况会更不利。我认为这个苦撑待变呢，这个防线溃散呢，是乌克兰要去目前所面临的险境。我认为他尽量早点抛除他的战略春梦，面对现实来检讨，尽量避免伤亡，这才是乌克兰的全军之道。